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实业大学胡明，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和我一起探讨自然界中地层的基础关系。今天我们来学学如何研究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层基础关系，探讨如何确定不整合的形成的时代。首先来看看如何确定不整合的存在有哪些标志。第一，地层古生活方面标志。上下地层中的化石所代表的时代相差甚远，和生物演化不连续和总数的突变，表明当地在某时期自然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生过沉积阶段。根据区域层的对比，确定在矮地层之间确认了某些层位的地层，而又不是断层造成的地层的缺失，这是不整合存在的确切标志。第二，沉积方面的标志，上下地层的底部常有下腹地层的碎块沙砾组成的底裂岩，这是确定不整合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沉积标志。此外，上下地层在岩性和岩相上的截然不同，在两套地层之间有一个较平整的和高低不平的侵蚀面，其上还可能保存着古浮化壳、古土壤层和与主古浮化壳存在关系的各种沉积矿产，如铁、锰和铝储矿等，也是不整合存在的沉积标志。第三，构造方面标志，九柱不整合的在构造方面的标志主要是表现在上下两套地层产状不一致，以及构造形式的明显差异，有时也表现在上下两套地层岩层的构造线的方向的截然改变。第四，岩浆互动和变质作用方面的标志，不整合面上下两套地层是在地壳发生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所以它们常各有相伴生和不同特点的岩浆互动和变质作用。侵入体岩体和一套地层呈侵入基础，而又被另外一套地层沉积覆盖，这两套地层是不整合基础关系。两套区域变质程度相差很大的地层相接触，它们之间如果不是断层关系，则有不整合存在。如果上下两套相邻的地层经同位素测定后年龄相差甚远，可以根据年龄确定二者之间存在不整合。注意，从以上几个方面介绍不整合存在的标志，可以看出地层基础关系的研究是一项综合的工作，涉及到多方面的资料的综合分析。所以在根据上面各种标志识别不整合的存在的同时，还应该对不整合面的形态、不整合面两层岩层的产状、地层层位、时代、所含化石和岩石性质进行分析研究。第一，不整合面形态的研究。不整合面是较平整的，或是起伏不平的，反映了该区当时大陆侵蚀程度和地貌特征。对不整合面两层岩层的观察，不能仅局限于紧邻不整合面的局部岩层，而要对不整合面上下的岩层做一定层位的地层观察和研究，以了解沉积环境的变化，为寻找有用矿产和古地理研究提供资料。对底裂岩层要注意地势的成分及地势中所含的化石，以了解地势来源，分析下腹地层的侵蚀情况以及古地理的特征。对地势的立柱、圆柱分选性和排列等方面的观察，可以提供对古地理特征的分析数据。在野外观察过程中，对不整合出入良好、地质现象典型而清晰的
地点进行仔细观察描述，并给素描图和照相。第二，不整合类型空间变化。对不整合的观察，不能只局限于一两个地方，而要在广大的地区尽可能的去观察。不整合的空间上可能出现如下特征：一、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的基础关系类型，因为在一次地壳运动的过程中，在不同地区表现的强弱不同，以及隆起的前后、承接阶段的时间的长短、风化不实的强弱等均不尽相同。因此，由同一次地壳运动所形成的不整合，在其分布范围内，有的地方可以是局部不整合，有的地方则表现为微局部不整合，或者构筑为平行不整合及整合基础，如图所示。二、不同地区确实的地层不同，同一地壳运动所形成的不整合，在不同地方不整合上下相连接的地层时代层位上都不尽相同。第三，不整合面形成时代的确定。不整合的形成时代通常是根据不整合面的上浮地层中最老的一层的时代与下浮地层中最新的一层的时代来确定。如说，从处理中可以判断，这个地区有两次地层的承接阶段，一次是上石炭筒与上三地筒之间，另外一次是上主路筒与古津系之间。在图中可以看着上石炭筒与上三地筒两套地层产状不一致，同样上主路筒与古津系两套地层产状也不一致，所以说明该地区地层中有两次局部不整合基础。下面再来判断这个图中呢不整合形成的时代。平行不整合在石炭纪之后、三地纪之前形成的，局部不整合在三地纪之后、早白垩纪世之前形成的。最后，我们综合分析这个图中地层间的基础关系及地质事件的形成时间。凹陶系、支流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地系之间为整合基础，侏罗系与下浮地层之间为局部不整合基础，侏罗纪与古津系之间为平行不整合基础，局部不整合形成时间为二地纪之后、侏罗纪之前，平行不整合形成的时间侏罗纪之后、古津纪之前。岩浆侵入体形成的时间是局部不整合形成之前、二地纪沉积之后。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如何研究地层基础关系，自然界中有哪些标志可以确定不整合的存在，不整合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如何确定不整合的形成时代，让我们对地层基础关系有一个更加全面认识。谢谢大家。